西北农村的杏子在树上挂烂了也没人吃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这是我自驾旅行甘肃的路上来到天水的一个村子，到目前为止这应该是我在甘肃见到最大的一个村落了。本来这天是路过这个村庄，出于好奇就进村瞧瞧，没想到遇到了这满是金黄的杏子，还有这对朴实善良的兄妹，才发生了今天有趣的故事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波妞，这个是安妮啊。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天水下边的一个村子，我开着车是从这个天水往陕西方向走的时候啊，然后呢，我在这个地方停下来，我看到航拍的时候看到好大一片啊，这是我目前为止在这边见到规模最大的一个村落啊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就决定了，在这个村子寻找咱们的有缘人，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块儿进村出发。这个村子呢，它是上下感觉像是一个阶梯那种形式的，特别多村民人家户鸟语花香的感觉像春天啊，他们那边夏天。哇塞，这又是什么呀？你们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，好红啊，应该可以吃了吧？姐姐你好，这个是杏儿吗？现在可以吃了不？能了。哦，哇塞 ，Hello， 你好，嘿嘿嘿。我说他不吃这个杏儿吗？他还不爱吃。哇天，这么多，太幸福了！我的乖乖，这是我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红成这个样子的杏儿啊！来，你们看一下阳光照射到的这一面，这个杏儿已经红成啥了？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你看那个红杏不是出墙了吗？对不对？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对于一个西南人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一棵杏子树，而且全都红透了，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了。关键是这红透了也不摘了吃，这主人家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姐姐，你们那个杏儿卖不卖呢？给你拿点吃就行了嘛。拿点吃不太好吧？哎呀，这可以拿点，给这走给水里带我称点嘛。哎，算了。他说让我摘了吃。自己飞去吧。自己飞去。我爸是让你自己飞去的。不，我这不好，我摘两个尝尝呗。哎，你飞去吧。我就摘两个尝尝了。哎，看着。啊。上去飞好红啊，看一下，尝一下。不摇呀。你拔不上去对吧？我吃不了多少，我尝尝味道。不摇。摔坏了。不要！我吃就是哈里大，我就尝尝味道。可以了呀，别摇了。那有了湿的。他有自己湿。他自己要湿啊。日天的那个杏核。杏核啊。杏核还能用。杏核还能用。估计也吃不完了吃不完了。摔坏了，蜗牛。哎你。这个很甜，很好吃了。这个多少年的树了？30年了。30年了。哦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街上买的那种杏吃着口感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妈呀！你们看一下，这地上掉下来全是这种红透透的金蛋枣，这是好好吃，看着。我的妈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个吃进嘴里的时候简直太惊艳了，这么好吃的杏子，主人家竟然不吃。这要是放我老家，估计早就给干光了。本来说找主人买点，热情的主人直接从树上打了一地下来，让我随便吃，这可把我给乐坏了。Hello，你们是这个村里的？是这个村里的。你们亲戚啊？你们这个村都姓啥？姓卢。谢谢，感谢。我说你们住一块儿了吗？这是邻居家的爷。他们住那边。这个卖的话，在外边能卖多少钱？几毛钱。几毛钱？杏子还没好的时候呢，会贵一点。那时候贵一点，现在就便宜了。这也太便宜，太廉价了吧？几毛钱？这个杏子太小了，你还要这么大的？还有大的那种。但是我觉得这种杏儿好吃啊。大的那种更比较甜一点。你们都放假了吗？你们俩？对啊。大学。看着挺小的，像高中生一样，我以为是高中呢。我们大学。大学。对。你要爬上树啊？哇，这个好红，我的乖乖，这个好红。不用怕它们不咬人的。这儿还养的一头牛啊，看他们这个院子好漂亮。
哞，你叫这样是他叫的呀。我叫的，哞。你看我一换，很多牛都会被我的叫声惊艳到。牛的眼神真的很通人性啊！看着，哇，捡了这么多，红透透了，都烂了。虫，你们说虫是车啊？虫呀，就是车。车是虫，这放哪儿发音我都想不到这是虫虫。他们这边的小院子，看着好舒服啊。西北的小院啊，这是有点像那个奶奶家的那个院子，柿子村那边。耶，招不招钱？我免费给你招一个。不招。好看着嘞。这拿了人家吃的嘛，出于感谢，想给主人家拍个照。没想到他们不想拍照，为了缓解这个尴尬呀，就给2位兄妹拍了一张照片。没想到2位看似腼腆的兄妹，接下来却给了我一个惊喜。你们多大了19。你呢？我22。我说3、2、1的时候，你笑一个。3、2、1，笑一个。姐，我说给你们一家人照个相了，谢谢你们了。哎，那不用算了，不用谢。我照相可以洗出来送给你们了。那这个不好，照那相不好看。不照啊？哦，那就算了吧。行，朋友们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哦，行。好，那我过去了，走了啊，我再去逛逛。啊，谢谢你了哦，感谢。你们上哪儿去？我们回我家呀。回我家。那个照片我一会儿给你们送到哪儿来呀？我们家就在这上。就在边上。然后你去我们家坐一会儿。去你们家坐一会儿。对啊。你们这边的那个方言，我看网上有人讲那个方言很搞笑啊，骂人呢，比如说就那个混蛋啊，很大。太没有攻击力了，你们这个。还有那个风起云涌，我们也不会说。风起云涌，你们说不出来为啥？反正我不会说，因为口音太重了。我们口音太重了哟。哇，这个院子好漂亮！哇塞，这是你们亲戚家？哇塞，这个院子也好美啊！我的乖乖，惊艳到我了！你看这个草在这儿啊，这样进来，哇，好漂亮！我的天，奶奶好。你们院儿好看漂亮着了。好看了啊！呀，好看呀！好看好看。好看是咱老了啊！哇，你们这个院儿漂亮呢。这边都是这样，会种这很多那个鲜花这些吗？对，就是啊。这个是什么花呀？金扎花金扎花。啊，这个花叫啥名儿啊？我又忘了。这是叫大的花。大梨花。大梨花。这个好像是黄花的一种吧？这个可以吃吗，奶奶？不能吃。不能吃啊。这不是黄花？不是，川草。川草。不知道，我以为能吃，因为我们那边老家黄花就长这样的，真的。这个花开的后头看，咱开花死了的。这是啥呀？开花了，这是叫长得好像蝴蝶。蝴蝶枝。哦，我就说长得好像蝴蝶哦，原来它叫蝴蝶枝。很多院子啊，甘肃这边它是被拆掉了，它要么就是拆了东墙，拆了西墙，不会像这么完整3房1照壁的这么一个建筑的风格啊。他们这边的话，这个瓦都是单面瓦，有的地方缺水，然后它就只有单面瓦，那个水就从这个屋檐上面这单面的斜面一下来，就流到地上，它有个地井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好像这个水就流进来，可以流到这个地井里边去啊，就囤着了这个水就。然后它排污啊，还有一个排污口呢，这儿看到没有？这屋檐下。这一种就是你说的可以吃的那种。这个是黄花啊，连吃花。哇，这个完全分不清了。这个呢香，香啊，这个形状。一个形状啊。奶奶给我科普了，川草、黄花菜啊不一样。这边就是杂物间呢，你看这些杂物间，这个房子看着非常舒服啊，这种黄土颜色，包括这边这样看过来，真的很舒服。很多人说这样看着破败，我一点不觉得破败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住着舒服的房子。砖房子真的没有这个住着舒服，这个住着很凉快的。它这儿还有棵梨，好多他们这边像天水这边，包括定西的这边的西北小院里边都会种的有梨树，很多鲜花绿植和这个黄土墙呼应起来之后，就会显得很有生命力。有没有发现？哇塞，真的好喜欢啊！这样院子搞民宿，真的。对于甘肃的小院，我是真的情有独钟。不管贫富，主人家都会把自家的院子打理得干净整洁，然后种上花花草草，
一眼看上去啊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能进屋坐坐吧？哎，进屋看看。进吧进。进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炕，睡觉的地方。哦，黑得很哇。不黑啊，这是他梳妆镜了。这是不是你的家装的哟？年轻的时候的家装。是啊，下人道。上一辈的就是上一辈人的。上一辈人的哦。我们这边说的话就是先人的，先人就是哦，先人的就是上一辈的。哦，这是奶奶你看的书啊？这回得看到啊？我爷爷看到。爷爷看了，看来爷爷是个文化人了。嘿嘿，这个就是属于会客厅了，对吧？哦。客人来了就坐那儿。就是啊，哇塞，你们这个窗花好漂亮，这样看着去。这应该是剪纸，夹子。这个窗花看着好漂亮，这样看着。婆婆拍不拍照了？我给你照个相。照这个不要钱。后照不要钱吧？后照。不照？也不给照相。不照。后吧。当我们撩开这个帘子啊，你看这个院子看着多舒服。美中不足的就是被这两个砖墙建筑啊、水泥墙给把这个氛围整体给破坏了。要是它都是这种房子，就看着很和谐，或者说没有这个房子挡着，外边的蓝天白云看着很舒服。我们再来看一眼他们的厨房，他们的厨房应该看着也很可爱哦。看一下，看这厨房跟柿子村的奶奶他们那个厨房是一模一样的。他这儿也有个炕，也可以睡觉啊，看着好舒服啊。他们这边很多人觉得看的这个黄泥土啊，可能会有很多的灰尘，其实一点没有。这个泥土是紧实的，包括这个地面啊，这个泥土也是紧实的，毕竟它是泥土做的嘛。但是它不会扬起那种灰尘，吹得满鼻子都是啊。要不你们就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把那个照片给你们打印的拿过来。行。就是天也不早了。好的。啊。今天进村还没咋忙呢啊，就给两个年轻人拍了张照片，村子都还没来得及逛啊。小伙子，照片。哎，你姐呢？谢谢。我姐她去做饭了，咱们就从这边我家吃吧，这也没啥吃的了。去你家吃啊？我帮你姐 P 了一下，没跟你 P， 因为女生很在意的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奶奶。黑得好。哥，那走吧，咱们去我们家里面。你父母在家没有？我父母他们都出去外地打工去了。奶奶，我走了啊。好，去外面打工去了。我平常不回来，就过年的时候回来。大人会不会说你们？哎，那不会的。不会啊。不会就好。就这儿啊。对，这些都是我们15年的时候那时候翻修的。那你等我一下，兄弟。我去车里面去一趟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我得去拿点东西，去别人家里面做客的话，给他们年轻人带点这个吃的，全是一些乳制品啊什么之类的，年轻人爱吃这个。哎，家里面还有爷，这是你爷啊？对，我爷爷。爷。哎呀，来伙计，谢谢。给你们一点你们年轻人爱吃的。姐姐已经在做饭了呀？对，她在这已经做饭了。我进去看看，她在做啥吃的？你已经在做菜了？对，清炒一个油麦菜。家里平时都是你做菜吗？因为我奶奶去干活了，所以我只能我自己干了呗。来到这对兄妹家里，没想到姐姐真的为我做起了晚饭。有时候在村里遇到年轻人，真的好交流了很多。他们也知道我是做自媒体的，也不会怀疑我这个陌生人。大家都心照不宣，我拍我的，他们做他们的。你这个锅铲的方式有点不太对劲啊。我自己学的，就随便炒一下呗。可以了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您别嫌弃就行。不会，闻着就很香。是用的那个河马油吗？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菜籽油。菜籽油。哦。只要你不嫌弃就行了。不会。我随便做的，因为我没有我姐做的好吃。你还有个姐姐？对，我姐是她做的比较好吃，但是她现在去培训了。哦。因为她当老师。当老师。啊，起锅了。炝炒小青菜，这个不是油麦菜吧？这个叫油菜吧，我不知道这是。小青菜这不是油麦菜。这是最好吃的，我相信我。真的？你准备做些啥吃的？哦，这是山葱花吗？啊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用呛江水用的。浆水？这是我们做浆水用的。哦，有一道菜叫浆水面哈，对吧？浆水面。哇塞，山葱花，我又想起了武都的后沟村的那个大叔啊，这个好香啊！
竟然你们这边都有哎！炒啥？炒羊肉？撒黄炒肉，啥炒肉？撒黄炒肉。三黄炒肉？你们叫三花啊？蒜苔啊？蒜苔？对啊。方言咋说的？撒黄。啊？蒜苔也叫。哦，你们这边也吃米线啊？这是粉条。什么粉条？这是？土豆粉的粉条。哦，你在哪儿念大学？我在兰州念的。兰州，我们刚从兰州下来的。哦。你们看我发现什么？这个是野草莓啊，甘肃定西呀，还有就是天水这边好多都有这个野草莓。这海拔要在1500-1600以上才有。看着姐姐做菜的样子，这手法让我真的很担忧啊。虽然我做菜也不咋样，但是和她比起来，我感觉我瞬间又行了。虽然姐姐这手法看起来生疏，但是一会儿吃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惊艳到了我。没事，我们就喜欢吃干一点，真的。因为南方人吃米饭的话，也是吃的会比较干一点。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吃的好多都是比较稀。你看到照片没有？看一下。看我要拍的照片，好看的了。等会儿跟着你来给我。你说的啥？我说是等会儿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弟拍张照片。哦。香。那我啊，蹲着吃啊？就我一个人做啊？那我也来蹲着吧，入乡随俗啊。没事啊，我这是我好吃，是习惯着，就是个人习惯，有些人啊，味道好吃。我就随便做的，我没有我姐那个厨艺，要不然我也给你们做出什么大排鸡啥的。可以的，味道不错。不然，还是有2把刷子啊。你姐做的还真不错，要鼓励她。就像我以前我跟你们讲个故事啊。我在重庆也是念大学的时候，刚毕业，我才找了工作，就是租的那个房子是套房嘛，然后呢，里面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一块在那儿租房子工作嘛，都在一个屋檐下嘛，所以大家都互相认识了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有一个姐姐做了一次饭给我们吃啊，我们就说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我就吃了好多。但其实它有的菜不好吃啊，但是你的菜真的好吃，你做的菜，我只是说我当时遇到那个事儿，我就说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结果他好开心呐，他在后边啊。每个周都跟我做，巴不得我天天都去吃。一鼓励他，他就开心，他就越想做，越想得到认可就越做，做了更多的吃的。所以你要鼓励他。这个太像西南口味了，这个也炒得很好，味道也非常不错。然后这个菜也是我觉得家常菜嘛，非常正宗的味道。白菜炖粉条是西北的一道特色家常菜。一开始我以为姐姐不会做菜，没想到这么下饭。得知我们是西南人，还特地在菜里加了麻辣味儿，还为我们准备上了米饭。饭菜虽然简单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在北方天天吃面，都快把我给吃懵逼了。这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米饭呐，别提有多幸福。你们放假放到啥时候啊8月20几。8月27。你学啥专业？我学食品检验的。食品检验，这个未来就业岗位是到哪里？市场监管局啊？的，挺难竞争的。挺难进的，加油，你能行。我弟学的啥专业啊？好家，你学这专业？他啥专业你不知道？智能制造。智能制造。就相当于说是智能一些。哦。这个相对来说就好就业一点。对，这个可是特色大窑啊，谢谢。奶奶，吃饭了。哦，好。你这样做筷子。我看一眼你夹菜，夹菜就这样的，手要飞起来。我还夹不上去。你呢？我这样我就感觉到很好夹，你看手指动的，这个不动弹。这个怎么动啊？我的乖乖。这是啥？他说这是假的蒜苔。假的蒜苔，蒜苔还有假的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爷爷说真的。蒜苔还有假的。有的。真的蒜苔，细一点；假的蒜苔稍微长胖一点。那个心疼啊！人家就知道这个按着，这个就别扭。一个叫啥？按着，我用我们方言说的呢，就按着些别扭。别扭。你们这边的方言太可爱了。这边普通话有点难听。没有啊，谁说的难听啊？我觉得甘肃话很可爱，比如说那个混蛋。混蛋。我觉得哪个地方的方言都还行吧，没有说难听。
人家甘谷人的口比我们的好听多了。甘谷人咋说话？我们差不多，但是人家的口音好听一点。口音好听一点。吃饭期间和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，让我感觉自己一点也不像一个外人。在旅途上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忘了这是我的第几位有缘人。虽然只是短暂的相处，可这种真诚和质朴之情实在难得。哪怕是短暂的相处啊，也让人身心愉悦。不溜，不溜，干啥？准备，3、2、1。2张，你们一人1张，你们兄妹一人1张。我们不分家的，他家就是我家，我家就是他家。可以吧？那张也挺好看的。对，那一张一样好看的。就我跟他的。我们俩的那一张。我们得走了。住我家吧。住我家。没事，你明天早上就走呗。对啊，明今晚天早上。就住下。这是我二伯。二伯。二伯就是。二伯啊。你要不住下呗？住哈。得走。下回再来嘛，下回时间多一点再来，好吧？拜拜。下回再来了哦。有缘人总是不经意地来到你身边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质朴、善良。他们的眉宇之间透露着善意，话语之间带着温度。与他们做朋友，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财富。我是简小白，怀着一个炽热的心，奔向远方的星辰与大海。美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片疆土里。